大家好，点开这支影片的人大概已经看过早餐店那支影片，里面就是完全真实的台湾生活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要从里面挑出台湾人常用，但是一般课本不会教的语助词。大家大概听说过台湾的中文受到台语很大的影响，第一个就是啊。那位阿姨说的是台语，如果我们用国语说的话就是啊一杯温清江吼。那啊有很多种，我们现在说的是用在开始的啊，加在句子最前面的。说台语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啊，所以台湾人说国语的时候也会这样用，非常口语，听起来很台。那台是不是一件好事，就要看你碰到的人。有的人觉得很好，很像台湾人，有的人觉得太不正式，所以要看情况。那啊没有特别的意思，只是吸引听的人的注意。在影片中，这位阿姨是在老板娘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就点东西，她也没先说老板，吸引老板的注意，就直接点东西。这时候就更需要说啊来吸引老板的注意。啊说的长的时候，比方说你还在想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希望听的人有一点时间准备的时候，一般是一声，说得快的时候会变得像四声。再给大家一个例子，本来应该是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在做什么？但是在生活中大家会说好久不见啊，你最近在干嘛？听起来你是努力的想找题目聊天。如果我们说短的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最近在干嘛？听起来你是比较轻松的，然后甚至可能有一点兴奋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最近在干嘛？也可以。影片里还有一个地方，他们在讨论这位太太点了什么餐点的时候，老板娘一边想一边说啊一杯温清江。那说这个啊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他还有话要说，只是他还在想，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形。第二个是吼，在网络上也有人会写这个吼，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字。第一位阿姨在点餐的时候说啊一杯温清江吼，这边的吼意思是你知道了吧，懂了吧。如果你不知道吧的意思，那就是我想你知道了，你懂对吗吼。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常用的意思是对吧对吗？比方说小老板娘就是比较年轻的那位，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，但是我猜年轻的那位是老板娘的媳妇，就是他儿子的太太。那这边我就叫她小老板娘。好，小老板娘跟我确认餐点的时候问过2个煎包嘛吼，1杯嘛吼，2个煎包嘛吼，1杯嘛。这边的意思都是对吧对吗？你要2个煎包对吧，1杯对吗？那这边就有了第3个字码，2个煎包嘛，1杯嘛。码也是用来确认的，但跟吼比起来，用码问的人他比较确定他想的是对的，所以小老板娘也可以只说2个煎包嘛。那为什么要2个都用？2个都用哪里不一样？用码表示他蛮确定的，也就是说他有记住我的话。那用吼听起来客气，因为虽然他确定，但是他还是再问了一次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是口语的用法，所以要用在说话的两边是高对低，或是地位一样但不正式的时候。比方在公司里确认开会的时间，老板可以问你明天3点嘛？明天3点吼？明天3点嘛吼？但是你不能这样跟老板确认事情，因为他地位比你高，听起来非常不礼貌。那同事呢？如果你们的关系很好，像朋友一样，那就可以。但是如果你们不太熟，真的只是同事，不行，只能说明天3点对吗？另外推荐大家看一个超台的影片，影片里的这个男生呢，他在模仿台湾的房东太太，前面40秒他就用了几个我们这里介绍的嘛还有后。那第4个我想谈的是啊，但是在影片里呢，因为它在 n 的后面出现，所以是那，它们是一样的东西。钱呐，钱呐。影片里小朋友忘了拿找的钱的时候，他妈妈说钱呐，这里的啊是低的，是钱呐，不是钱呐。那刚刚说了，如果前面一个字最后的音是 n 或是 ng，
那么这个啊就会变成那或是啊。所以看字的时候，有时候是啊，有时候是那，但是字看起来不一样，但都是同一个东西。这个啊是提醒别人他忘了一个他应该记得的事情或东西。比方说这里是小朋友忘了拿钱，所以妈妈可以说钱啊，找钱啊。不过你们应该从我的表情看得出来，这个用法表示说话的人有一点点没有耐心。如果你用高的啊，钱呢，找钱呢，那就是非常没有耐心。所以用错高的啊会让人觉得你非常没有耐心，要小心。另外啊的这个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记得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用法，道理是一样的，但是并不是真的忘了什么东西。比方说朋友抱怨最近一直下雨，你就可以说台湾啊，冬天啊。我自己最常说的是人生啊，听到了吗？是啊，因为是 NG 变成 NGA。 这个聊天的时候非常好用，因为你回答的时候只要说出一个关键字加上啊就好了。最后一个是哦，这是为了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提醒，是客气的。影片里的小老板娘她收了我的钱，然后她说的是收您500哦，按80收500哦，收500哦。这个在台湾结账的时候很常听到，意思是我拿的是500，没错吧？没有问题吧？或是比方说我怕学生忘了下个星期有小考，所以我提醒他们下个星期有小考哦，记得准备小考哦，都可以，都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提醒别人的时候会用这个哦。以上就是从早餐店的影片选出来的几个语助词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当然这支影片没有办法包括所有的意思，因为每个语助词都有好几个意思。如果有什么你常听到但是弄不清楚的语助词，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那我就知道还可以做什么影片。另外如果你常常说好啊，请你去看这支影片，确定你没有用错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